给你新资讯，给你新视角，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。各位帝皇子民混沌一端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频道。在帝国的阴影之中，每一个秘密都需要付出代价，小心别赔上了你的灵魂。欢迎来到战锤 40K Dark Heresy。Dark Heresy 将是 Arkai Games 在战锤 40K 宇宙中开发的第二部作品，由行商浪人 Rogue Trader 的同一个团队开发。这两款游戏各自讲述了遥远未来无尽战争中截然不同的故事。在行商浪人中，你是一名施掠者，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虚空船舰，掌握着财富、影响力以及整个新区的命运。而在 Dark Heresy 中，你是审判官麾下的一名成员。身为一名没有庞大舰队、没有海量资源的特工，你在阴影中执行任务，充当这场对抗内外腐败秘密战争中的工具。与未知的科罗努斯库区不同，这是你将深入卡利西斯新区的核心。这里曾经是帝国力量的闪亮灯塔，如今却从内部开始腐烂，被大裂隙孤立，首府世界星提拉在崩溃边缘摇摇欲坠。即便是巨蛇堡垒的高墙之后，也隐藏着背叛的秘密。在这个帝国最黑暗的角落，疲惫的调查员被责任与绝望所驱使，恐惧、偏执与疯狂如影随形。Dark Heresy 将这一切浓缩在一个坚韧、侦探风格的故事中，展现一个充斥着谎言与衰败的宇宙。你将面对暴君之心逼近的威胁，这是一个神秘的一场现象，一个不断变化的天体恐怖，毫无预警的具现化，将整个世界陷入疯狂与毁灭。所到之处，数十亿生灵涂炭，准备好面对险恶的午夜领主。这些恐惧大师从黑暗中发动袭击，不为荣耀，只为散播恐惧。这两者之间有何关联？这就是你需要找出的答案。你的信念将塑造你的道路。纯洁派坚守严格的帝国教条，激进派试图利用敌人的武器，相信目的可以正当化手段。每一个选择都伴随着牺牲，每一个印记都留下污点，揭开卡利西斯新区内暗黑帝国最黑暗的秘密。但请记住，无辜之人并不代表无罪。日前，国外知名战锤频道 First for Godsman 邀请了尊敬该系列的创作者 Raven619，针对 Arkai 开发中的 40K 新作 Dark Heresy 进行了深入的 Alpha 测试分析。这款游戏据传将在今年底推出，它到底能不能修正前作的缺点？今天就让我为大家整理这份访谈精华，深入解析这款新作的潜力与隐忧。容我插播一下，各位帝皇子民们，你知道本频道已经开放频道会员功能了吗？加入频道会员，效忠帝国，最优惠的星际战士等级，1个月只要少少的25元。除了可以获得频道专属徽章以及频道专属表情符号、优先回复留言等福利之外，还能帮助频道成长，让我能做出更多的影片哦。比较尊爵不凡的朋友们，还有75块的基因原体等级，以及100块的帝皇本人等级可以选择哦。请大家一起加入会员吧。忠诚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首先，这款新作的定位非常明确。来宾 Raven 直言，虽然大家都很想看到这款游戏能达到博德之门3的高度，但现实一点来说 ，Arkai 的目标更像是神域原罪2。这并不是坏事，因为神域原罪2在战斗机制与互动性上依然是业界标杆。Dark Heresy 这是最大的进步，在于易用性。玩过行商浪人的朋友都知道，那款游戏最劝退的一点就是字太多，而且很多关键剧情没有语音，玩家往往得看一整页的文字墙发呆。好消息是，新作将支援行商浪人所缺乏的全语音，这对于非核心读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。你不再需要阅读长篇大论的论文，而是能透过角色的表演来理解剧情。除了语音，游戏机制也进行了好的简化。在前作中，武器的区别有时很模糊，但在新作里，雷射武器专门用来破盾或对抗高护甲，热熔武器对抗重甲单位的杀手，火焰喷射器则明确设定为无视掩体。这种剪刀石头布的逻辑更加清晰。此外，角色的升级系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，一开局就丢给你几百个天赋让你选。现在是随职业与子职业的解锁分阶段提供少量的选择，大大降低了新手点错技能的恐惧。接下来我们谈谈战斗。玩过行商浪人的老玩家一定记得，后期游戏基本上就是看 Offers 军官给队友无限回合，然后阿金塔修女阿珍塔拿着重爆弹枪开启连发模式扫射，全场其他人只能在旁边看戏。在 Dark Heresy 中，制作组似乎下定决心要修复这个问题。首先，连发模式被重新设计了，它不再是一个超大范围的 AOE 清场技，而是变成了一个单体高伤技能，但带有闪射风险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对一群敌人开火，你主要只会打中一个，运气好可能会误伤旁边1、2个，但你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一枪秒杀半个地图的敌人。另外，护甲机制借鉴了神域，变成中类似额外血量的概念。但游戏引入了致命伤害机制，让特定攻击可以穿透护甲直接扣血，这让狙击手这一类型的职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在前作中，
狙击手往往不如拿着爆弹枪扫射的士兵。但在星座测试中，狙击手配合穿甲机制，单发伤害能打出极高的数字，真正确立了单体杀手的地位。剧情结构的改变也是这次的一大重点。在前作《行商浪人》中，讲的是行商浪人的故事，你的舞台是整个新区，格局很大，但缺点是剧情很破碎。你在第1章打叛军，第2章突然跑去打灵族，第3章又变成对抗混沌，感觉像是在赶场。直到最后一刻，编剧才告诉你，哦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。而《Dark Harvest》则将舞台聚焦在单一星球上，你扮演的是审判庭的一名成员，剧情围绕着一个核心谜团——暴君之心展开。这种调查与解谜的氛围，让故事的连贯性强了很多。更有趣的是，因为地图范围缩小了，制作组能更细致地呈现选择与后果。访谈中提到，玩家在某个区域的决定会直接改变下一个区域的状态。例如，你在区成功疏散了平民，B区可能就会充满难民，带来新的任务或问题。反之，如果你在的区失败了，B区可能就直接变成废墟。这种动态世界的体验，比起前作那种只改变几句对话的影响，要来得深刻得多。当然，没有游戏是完美的。Raven 在测试中也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。第一，新手教学依然很烂。Alucard 似乎假设所有买游戏的人都是玩了几十年龙与地下城游戏或 CRPG 的老手，对于护甲等级、穿透掩体加值这些核心概念解释得很含糊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 CRPG 的玩家，这款游戏可能依然需要你去查攻略或看 YouTube 教学才能上手。第二，奇怪的商人声望机制，这点非常滑稽。在测试版中，玩家发现要买到某些顶级装备，商人的好感度有特定的要求，但奇怪的是，有些装备竟然要求你被某个派系讨厌才能解锁，这导致一个很荒谬的状况。如果你想要一把最强的电浆枪，你可能得被迫在剧情里当个烂人去得罪机械神教，这完全破坏了角色扮演的沉浸感，强迫玩家为了强度去牺牲剧情选择，这是设计上的一个大忌，希望在正式版能修正。最后，画面表现，游戏依然使用老引擎 Unity， 虽然全语音提升了听觉体验，但在视觉上，它依然无法与 3A 大作相比。人物建模和场景细节虽然有进步，但如果你期待的是地平线或战神那种等级的画面，你可能会失望。总结来说，这款 Dark Harvest 看起来是 Alucard 吸取了行商浪人经验后的进化之作。优点很明显，全语音解决了阅读疲劳，战斗平衡解决了无脑割草，更聚焦的剧情解决了叙事破碎的问题。如果你是战锤 40K 的粉丝，扮演一名审判官去猎杀异端，这本身就是无法拒绝的诱惑。虽然它可能无法像博德之门3那样破圈成为全球现象级游戏，但对于喜爱策略、战棋以及深厚剧情的玩家来说，这绝对是今年底最值得关注的作品之一。目前的预测发售日大约在今年11月或12月。如果你不想当付费测试员，建议可以等到正式发售再入手。毕竟 Alucard 的游戏首发通常会有不少 bug。以上就是针对这次访谈影片的深度分析。你是喜欢这种更聚焦的审判官故事，还是比较怀念行商浪人的自由冒险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我有制作更多关于战锤 40K 相关游戏的介绍影片，请直接点击荧幕上的链接前往观看，以免错过更多细节。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与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之后将登场的破晓之战士阵营介绍及 CA 的全军破敌 40K 情报。我们下次见。